最近到加油站打油，应该都感受到了吧？油价涨得厉害。2月28号，西亚冲突爆发，就这1个月，没有补贴的 RON 95涨了将近50%，半岛柴油涨了超过80%，RON 95呢，有补贴的还是1令吉99仙，但是没补贴的这个星期已经涨到了3令吉87仙，相差将近2令吉。这个差价政府在用津贴补着，但是1令吉99仙还可以维持多久？ Semua negara, lebih-lebih negara jiran, menaikkan harga minyak. Tapi Malaysia mengambil keputusan untuk mengekalkan harga minyak. Somebody said today, they said, oh, well, if the president wants to do it really quickly, after that he'll get bored. I don't get bored. There's nothing boring about this. 为什么那边打仗，我们这边打油更贵？而且马来西亚是产油国，我们有 Petronas， 有自己的油田，每年还出口原油。距离他们那么遥远的我们，为什么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就把这件事从头说清楚。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冲突中身亡。伊朗随后反击，向周边国家发射无人机和导弹，还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全球能源运输最关键的一条水道。根据 BBC， 这条水道最窄的部分只有33公里，是波斯湾通往印度洋的重要出口。全球每天大约有2000万桶原油从这里经过，占全球消费量的1/5。封锁之前，每天大约有138艘船穿越这条海峡，但封锁之后，航运分析公司科普雷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中旬，平均每天只有5到6艘，减少了大约95%。你可以想象，一条高速公路本来有10条车道，突然只开放半条，不是没有车，是根本过不去，油还在，但运不出来。不止如此，封锁海峡连带引发另一个问题：运费。NBSB 研究报告就指出，数百艘船只被困在海湾出不来，全球可用的邮轮数量大幅减少，运费开始暴涨。更糟糕的是，战争已爆发，多家保险公司直接宣布不再承保经过这片海域的船只。没有保险，船主不敢开船，愿意冒险的开价当然更高。这些成本最终一层层的都反映在油价上。BBC 的调查也透露，那些还在通行的船只，很多只能贴着伊朗海岸线航行，进入伊朗领海，而不是国际航道。船只面对的威胁不止一种，有无人机、导弹、快速攻击艇，甚至可能是水雷。3月11号，一艘泰国籍散货轮在试图穿越海峡时被2枚弹体击中。就这样，国际油价从1月份的每桶65美元，不到2个月暴涨超过100美元。涨的不只是因为能运出来的油少了，更多是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条海峡还要封多久，冲突还会不会继续扩大。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等等，马来西亚是产油国啊。2025年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出口的石油和天然气比进口额还多出180亿令吉。马来西亚不在冲突地区，也不是没有油，为什么还会受到影响？这里我们就要来理清几个关键点。第一，马来西亚是价格接受者 （price taker）， 我们生产油，但是我们没有定价权。国际油价怎么走，不是我们说了算。就像是你种的菜，但菜的价格是市场定的，不管你种多少，市场说涨，你卖出去的涨，你买进来的也涨。第二，马来西亚出口的油和我们平时在油站打的油不是同一种。马来西亚出产的是轻质田园油，品质好，含硫量低，
能在国际市场卖出更高的价钱，而马来西亚本地的炼油厂大部分是按照处理种植原油来设计的，所以我们把轻质油出口卖好价，再进口比较便宜的种植原油送到炼油厂提炼。这里顺带补充一下，从地底下抽出来的原油是不能直接加到车里的，都是要经过炼油厂提炼，才能变成我们平时给车打的RON 95、97、柴油等等，这些也叫做精炼油品。第三，在精炼油品这部分，马来西亚是净进口国 （Net Importer）。根据大马统计局，马来西亚在2025年向新加坡出口了224亿令吉的精炼油品，但同时进口了363亿令吉的精炼油品，相差将近140亿令吉。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经济学教授姚金龙告诉英文媒体 Says， 实际上从2022年开始，因为国内产量下跌，马来西亚在精炼油品这个类别已经是净进口国。换句话说，不管马来西亚自己产多少原油，只要国际油价上涨，进口成本上涨，我们平时加的油就会更贵。有油不等于不受影响。在西亚冲突爆发前，政府每个月花在燃油补贴上的钱是7亿令吉。现在呢，根据第二财长阿米尔3月13号透露的数据，攀升到了32亿令吉，翻了将近5倍。这就要说到波迪95这个制度，这是政府2025年推出的燃油津贴改革，说是目标是补贴，只补贴真正需要的人，但实际上目前还有将近90%的民众在受惠，跟全民补贴其实差别不大。政治经济分析员王德奇告诉当今大马，1令吉99仙的这个价格是当时安华政府刚推行波迪95，需要民众接受这个新制度，所以用较低的价格换取民众的支持。这个价格是政治定出来的，而现在波迪95就面临着它推出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安华本人早前警告，如果国际油价持续维持在每桶110美元以上，今年的燃油补贴开销可能高达240亿令吉。王德奇就指出，如果政府没有额外收入，这会让马来西亚的财政赤字从原本预测的3.5%上升到4.5%。如果赤字长期无法受控，国际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会开始问马来西亚是否有能力还债。一旦这个问题出现，外资可能撤离，进而引发国债市场波动。所以，如果国际油价继续走高，调整波迪95是不得不走的一步，但关键是怎么调。要知道，油价在马来西亚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2008年，政府大幅调涨油价，就引发了全国性示威。历年来试图削减补贴的首相，结果都遭遇强烈反弹。安华政府清楚这个前车之鉴。王德奇认为，政府可能会从减少受惠群体或是缩小补贴额度的2个方向调整波迪95。而首相安华就在3月26号突然直播宣布，波迪95每个月的补贴额度从300公升削减到200公升，4月1号起生效，价格维持在1令吉99仙。这意味着每个月只有前200公升的RON 95是1令吉99仙，超过了就得按市价购买。此外，沙巴、沙拉越的柴油补贴则维持在每公升2令吉15仙，同时实施限购。Ada negara-negara yang jauh lebih parah kesannya dari kita. Tetapi ini tidak bermakna kita terlepas semuanya sekali. Maka pada hari ini saya mengambil pendekatan yang lebih terangkum bagi menjamin bekalan dan pada masa yang sama mengurus supaya permintaan itu lebih berhemat dan waspada. 这是波迪95推出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收紧，而且也不排除之后会再有调整。油价涨，你感受到了，但这只是消费者面临的第一波冲击。
经济学家穆哈默希迪告诉马新社，油价上涨而导致的物流和运输成本攀升，这些通常会在3到6个月后传导到民众的日常消费。而且霍尔木兹海峡堵住的不只是石油，这条水道同时承载着全球多种关键原材料的运输，断供也将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第一个，盘子里的菜。中东地区占全球尿素和硫磺出口的将近50%，这2样东西是生产肥料的关键原料。而在过去的1个月，肥料价格已经上涨了大约30%。肥料贵了，种菜的成本涨，饲料会跟着贵，鸡蛋和鸡肉也跟着涨。食品政策研究员法蒂玛告诉当今大马，如果鸡肉和鸡蛋价格上涨，这会极大影响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就算马来西亚本地有生产部分食品，农民还是要面对更高的投入成本，这些往往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经济研究员阿兹祖也透露，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重要贸易伙伴和邻国的农产品供应量，因为这些国家也依赖西亚的肥料，例如泰国1/3的肥料就是从西亚进口，而马来西亚去年从泰国进口大约22亿令吉的蔬菜作物，占总进口额大约7.2%。根据农业部3月14号的说明，马来西亚目前白米、鸡肉和蔬菜等基本粮食供应充足，至少可以维持到5月，因此呼吁民众不要恐慌性抢购。农业部也将会在5月后重新评估国家粮食库存。第二个，手机里的芯片。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卡塔尔是全球重要的氦气生产国。氦气 （helium） 是半导体生产线不可缺少的原料，它是天然气加工的副产品。如果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受到冲击，全球氦气供应就会收紧。目前，马来西亚半导体行业协会主席王寿台告诉路透社，本地芯片厂商还没有出现实际的供应中断，大部分厂商有库存缓冲，也在分散采购来源。但他也坦言，业界已经在密切控制风险。惠誉评级警告，如果氦气短缺超过现有的库存缓冲，亚洲半导体供应链的信用风险将会恶化。马来西亚占全球大约13%的芯片封装、测试和组装业务，是英特尔、英飞凌等国际大厂的重要生产地。这个产业一旦受压，连带影响的是马来西亚近年来大力推动的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投资。第三个，令吉。地缘政治危机期，新兴市场货币通常会走弱，但穆哈默希迪也指出，令吉过去2年基本面有所改善，短期内对进口通膨有一定的缓冲能力，只是缓冲不代表免疫。这场战争的影响不只是马来西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如果西亚紧张局势持续，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从原本的3.3%下滑至2.7%到2.8%。全球经济放缓，马来西亚的出口也会受压，这些影响很多还在路上。我们前面提到，油价在马来西亚就不只是经济问题，它是生活成本的温度计，它涨，所有东西都跟着涨，而生活成本的压力最终就会成为政治压力。安华以直播的方式亲自宣布削减玻璃95配额，这不只是一个政策宣布，也是一个政治动作。他呼吁民众理解和配合，也强调数据显示，大约90%的马来西亚人每个月 RON95 的用油少于200公升，这一步是经过计算的。政治学上有一个词叫 Round the Flag Effect， 聚旗效应。外部有压力的时候，人民会更倾向于团结在现任领袖身后。政治经济分析员王德奇认为，伊朗战争本身未必是不利于安华的。如果运作得宜，这场外部危机反而可能成为政治红利。
在安华宣布削减波第95配额的同时，他也宣布自己已经亲自致电伊朗总统和多个区域的国家领袖，而马来西亚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局现在正在处理释放马来西亚邮轮和相关人员的事宜，一边稳住国内民心，一边在国际舞台展示外交能力。而伊朗驻马大使馆也在3月27号发文告表明，非敌对船只在遵守伊朗规定和与伊朗协调的前提下，就可以安全通过这些水域。但危机从来都是双面的。王德基点出，波统近来动作频频，最近更欢迎前乌青团长凯里重新归队，外界普遍解读为在为大选布局。公正党内部有来自拉菲兹派系的压力，西蒙内部也面对程序选民和非马来群众要求改革的压力。民间对经济分配不均和生活成本高涨的不满也一直没有消散。这些裂缝在油价持续高涨的时候只会更加明显。传言大选最早可能会在2026年下半年或明年年初举行。王德奇认为，伊朗战争本身不会是影响选举的最大因素，关键在于安华能否妥善应对联合政府内部的矛盾，在战争带来的连锁反应下维持经济增长，同时回应普罗大众对生活成本的不满。王德奇指出，安华寻求连任的论述基础是，他是当今马来西亚唯一能在国内外乱局中稳定带领国家成长的领袖。这场危机是对这个论述的考验，也可以是证明他的机会。这场发生在万里之外的战争，让我们看清楚了一件事：马来西亚对燃油补贴的依赖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过去20-30年，国产车的政策鼓励我们买车，忽略了公共交通。私家车越来越多，对燃油的依赖也越来越深，补贴的压力越来越重。政府想改革，民众反弹；不改革，财政持续失血。这个死结，西亚没有打仗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如今的这一场战争把它逼到了台面上。当然，危机也不全然是坏事。当全球资金在寻找相对安全的地方落脚，马来西亚政治稳定，地理位置好，可能反而吸引到从高风险地区转移出来的投资。有分析就指出，油价飙升让上游油气服务业受益，马来西亚相关的油气服务商也在其中。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清楚意识到，公共交通、电动车目标是补贴，这些不只是环保和永续议程，而是解开马来西亚燃油补贴死结的方向。这场战争带来的连锁反应，警示着我们必须认真面对这个问题。最后留个问题给大家：如果有一天一令级99仙的润95真的消失了，你准备好了吗？